全家被判流放巴蜀，温府上下哭声震天，只有我低着头努力憋笑。巴蜀，我上辈子都是那里的人，这不是送我回家吗？温叔年，你父亲温昭远任户部侍郎期间，贪没赈灾银两30万两，证据确凿。即日起，温家满门褫夺官职，流放巴蜀，永世不得返京。老爷啊，我们温家冤枉啊！居家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巴蜀，我上辈子就是巴蜀人啊！传书3年，我在这破京城待得够够的了，想吃枇杷柑橘都没得吃，这啷个是流放嘛？这明明就是送我回屋头了。温家罪女温叔年，可听清了？民女听清了。哼！叔年别怕，有哥在，饿不着你。哥，到了巴蜀，饿不着的是你。在巴蜀，枇杷、蜜橘、荔枝、龙眼四季不断，西河鱼虾肥美，嫩笋、菌菇漫山遍野，水田肥沃，稻麦两熟。哪个洞天福地，还有啥子好怕的吗？巴蜀之地啊，那可是出了名的蛮荒险地，山势险峻，瘴气浓重，毒虫遍地，去了怕是活不过3年。可惜了温家二姑娘，生得那般好看，怕是要埋骨巴蜀。埋骨巴蜀 ？No No No， 半点都死不掉好吗？川书3年攒下的家当全在这儿，番薯、辣椒、花生这3样东西在京城没人认识，但到了巴蜀，那就是金山银山。温锦瑶，你费尽心机伪造证据害我温家，以为流放巴蜀就能让我们生不如死，多谢了，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。巴蜀，我来了。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不然待会儿连口热饭都别想吃，赶紧赶路。温家二姑娘，你倒是走得欢实。大人误会了，我只是不想拖累家人。哼！哎呦！叔年，都是娘没用，让你受苦了。娘，巴蜀没那么可怕。你不懂，那可是蛮荒险地。娘，你不懂，巴蜀四季分明，瓜果遍地，鱼虾满河，比京城好多了。叔年，你打小在京城长大，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看过书，在书里巴蜀被写成蛮荒之地，但我上辈子在巴蜀长大，我知道那地方有多好。书上的多半是假的，到了那边还得一切从头来过。爹，从头来过未必不好。好，咱们一切从头来过。叔年，那是什么？是杜鹃花。那个呢？柏树，好看。您等着，到了巴蜀，比这好看100倍。见鬼的天气，快找地方避雨！这种又急又大的雨，太熟悉了。上辈子每年夏天都要来上好几场。回家的感觉真好。人交给你了，我们走。温家二姑娘，保重。他那个眼神，是觉得我在这蛮荒之地活不了多久吧？温大人，温先生，上头说安置你们一家，可县里实在没多余的宅子，只有城外3里地有间空屋，你们先凑合住着。多谢周大人。这屋子破成这样，哪还能住人哟？这可让我们怎么活呀？欺人太甚！土房修修就能住，这后院少说有3亩地，土质黝黑松软，门前小溪水清见底，屋后还有一片竹林，好地方，挺好的。叔年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挺好的，这地肥，种什么长什么。
门前有水，不愁灌溉。竹林里肯定还有春笋野菌，咱们的饭有着落了。嫩笋鲜得很，正好炖汤。来了，这下有口福了。鲜笋配鱼汤，正好给爹娘补身子。淑年，你从哪儿弄来的鱼？我的老天爷！叔年，巴蜀毒虫遍地，若是你伤着碰着，可怎么好？娘，别担心，我好着呢。这鱼都是你一个人捉来的？你们先歇着，今晚的晚饭包在我身上。爹，尝尝。鲜，太鲜了！淑年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些？天生的。上辈子我就是巴蜀农村出来的，砍柴种地做饭样样拿手。穿书到京城那3年，才是我人生中最不自在的日子。也许淑年说的对，从头来过未必不好。番薯种这边，辣椒种那边，花生种西边，另外再开几块地种田秧。巴蜀的田秧熬出的红糖可比白银还金贵。这破屋还真让你修好了？这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叔年，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？娘，我只是想让咱们住得舒服点儿。爹，你身子骨没好全，别逞强。爹在京城的牢里关了1个月，瘦了20斤，现在走路都喘。我来。淑年，这块地要种什么？这个。这是啥？番薯，种下去3个月，1亩地就能收2000斤。2000斤？蒸着吃、烤着吃、煮粥吃都行，还能做粉条。我妹妹怕不是活神仙。福伯，这2条鱼是我刚从溪里摸的，跟您换1捆田簪苗，成吗？妹娃子，你是京城来的吗？对头，大爷。你还会说我们这儿的土话嗦？学过。来，拿起去尝下嘛，甜得遭不住。这是什么果子？枇杷，巴蜀特产。这也太好吃了。娘，这边遍地都是，等到6月，满山的枇杷都可以随便摘。唉，妹，我觉得被贬到这儿也不是不行。闭嘴，让人听见还以为咱们不知悔改。城外头温家那个流放来的二姑娘，种了好几亩地，天天在溪沟头捞鱼，活得巴适得板。不是说她是京城来的大小姐的吗？还会种地？人家不单会种地，还会摆龙门阵说土话。福伯讲她地道惨喽。大人，外头现在都在传说城外温家那个流放来的二姑娘，每天种地捞鱼，这日子过得比一般百姓还要滋润。岂有此理！一家子流放的重犯，活得比百姓还自在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本官的脸往哪儿搁？你亲自去一趟，给我好好查查这温家，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是，大人息怒，学生这就去查。你们过得还行？
托县令大人的福，还活着。这凉茶也是你煮的？菊花茶加金银花，清热祛湿，巴蜀时热气，多喝点好。好喝，比县城茶铺的都好。温姑娘，你们安分守己就好，有什么难处跟县衙说一声。多谢师爷。妹，你是不是在收买人心？不是收买，是搞好关系。有区别吗？有，收买要花钱，搞好关系只要花凉茶。梅娃子，你来种的是啥子哦？凡素，能吃不？等熟了，请你们告一排。我才不信喽，怕是光长腾腾不长个。一窝8个，一笼少说50窝，这么多！妹，你不会真是神仙吧？梅娃子，你那个东西硬是能亩产2000斤吗？福伯，你个人看噻。3亩地起了6000多斤，硬是大丰收了。天老爷嘞！大爷，那个东西金干金老，哪个地头都长得起，你要不要搞一下？梅娃子，你硬是活菩萨下凡喽！福伯莫啷个，我就是想让大家伙儿都有口饱饭吃。妹，外头都在传，说流放的温家二小姐种出了亩产2000斤的神物。传开了正好，我还打算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种。那你教他们要收钱财吗？一文不收，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吃饱饭。一家一捆，人人都有，拿回去斜插进土里，别埋深了。3个月后，保准你们每家都能收满仓。淑年，爹做了半辈子官，不如你做的这一件事。爹，你被冤枉的不是你的错。是不是冤枉已经不重要了，你让我明白，做实事比做官重要。温二姑娘，你这番薯可还有多余的种苗？有，大人想推广。本县辖下6万百姓，半数靠天吃饭，若这番薯真能亩产2000斤，大人放心，我教。多谢温二姑娘，我们这地方穷，这2石白米和布匹还请收下。妹，你这是拿捏了整个黔州县啊！这才刚刚开始。辣椒也快熟了，巴蜀人嗜辣，但这个时代的辣椒还没传进来。等我的辣椒一出，那才是真正的金矿。梅娃子，你又整了啥子好东西哦？来，尝下辣子鸡。辣，安逸，再来点儿。巴蜀人果然是辣。梅娃子，那个红彤彤的东西叫啥子？辣椒。卖不卖？卖，但不是卖给你。为啥子不卖给我嘛？我可以给你种子，你自己种。不过你得帮我个忙。啥子忙？你说，上刀山下火海都没问题。我想在县城开个铺子，你帮我问问有没有合适的铺面。包在我身上。我亲戚在县城有间空铺面，位置好，租给你绝对便宜。温姑娘，这铺子看着破旧，但胜在租金低廉，一月仅500文，比正街铺面便宜70%。妹，这地方不行，正街才是做生意的地方，这里尽是码头苦力，舍不得消费啊。
就租这间。你怎么这么冲动？这地方地段差，根本做不起来生意。这里不是地段差，是之前店家找错了客源，正街客官瞧不上市井小吃，而码头苦令出力辛苦，就爱吃够味管饱、祛湿解腻的吃食。咱们的东西刚好对症，门前这片空地能搭灶台，能摆长凳，远比正街的小店宽敞好用。姑娘眼光独到，那咱们即刻立租赁契约。我租半年。妹，咱们守这么久都没人来，这样真的会有生意吗？别是你看走眼了？别急，码头苦力正午才会歇工，咱们的客人马上就到。老板儿，你那头有啥子好吃的？辣子鸡、番薯粉条、凉茶。那是啥子？没吃过，给我们个人来一份。好嘞。客官，慢用。太够味了！干嘛中午吃那个？浑身都松火。这粉条软糯，配上凉茶，刚好解辣。老板儿，味道硬是巴适惨了。我们码头还有一大帮兄弟，回头我全部喊过来照顾你生意。多谢几位捧场，欢迎常来。昨天听别个摆起，今天专门跑起来排队。那个粉条口感独一份，吃过一回就再也忘不脱。温姑娘，你这辣子鸡能不能教我们厨子做？夫人想要10方，一份5两银子。5两，未免有些贵了吧？不贵，您尝一口就知道。温姑娘，这辣子鸡味道堪称一绝呀！这是10两银子，辣子鸡和凉茶的10方我都要了。夫人爽快。60两，叔年，咱们上月卖辣子鸡竟赚了60两。从前在京城，你爹1个月的月例加起来也不过5两。娘，这只是开始，以后只会更好。银子分3份，一份家用，一份扩建铺面，一份留存做周转本钱。妹，后厨的活儿以后我全包了，你只管放心谋划生意。哥的手艺越发精进，铺子交给你，我正好抽身筹备新的生意。什么生意？熬红糖，地里300斤田占已经成熟，今天就在后院开工。太香了，火候够了。娘，您尝尝，这是红糖。这是糖？红糖，补血养气。在京城，1两糖要5两银子，现在我女儿竟然做出来了。娘，以后我还要开红糖铺，把咱们家的红糖卖到京城。掌柜的，这位姑娘说有笔大买卖要谈。大买卖，拿出来看看。极品啊！姑娘，这红糖你要卖多少？2两银子1斤。贵了。掌柜的，京城的白糖1斤10两，我这红糖比白糖养人，2两银子便宜得很。温姑娘能供多少？现在40斤，下个月开始每月200斤。200斤？后面还能更多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说。我可以独家供货，福源商行包销，但你得帮我打通渝州府的渠道。温姑娘，你真是流放来的？是，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成交。福伯，我打算扩建糖坊，甘蔗田要人照料，想请你带着3个儿子过来做工。
那种待遇哪点去找哦？我们村头10几户乡亲全都愿意跟到你干。那再好不过，人多甘蔗才能赶得上收成。没娃子，往年地头收成薄得很，睡一觉，有些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哦。如今有你那份活路，硬是给大家伙指了条生路啊！咱们互相帮衬，日子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大家麻利干活！温姑娘给的工钱比城里高出2成，都不许偷懒儿。福伯放心，温姑娘帮咱们种番薯建堂房，是咱们的恩人，咱们不会偷懒儿。叔年，爹读了半辈子圣贤书，却远不及你，你比爹有出息。爹，你要是没被冤枉，我也没机会来巴蜀。我竟不知我温家还有这样自力更生的时候。其实爹被冤枉这件事，我一直记着。等我站稳脚跟，一定要查清30万两赈灾银的下落，揪出幕后之人。3个月后，温家在黔州县彻底站稳了，铺子扩成了2间，糖坊月产500斤红糖，番薯种植也推广到了周边3个村。温姑娘真是咱们巴蜀的福星，教耕种，开作坊，村里人再也不用挨饿。温姑娘，温大人，些许薄礼略表心意，日后家中有难处，尽管告知县衙。劳烦大人费心。总算过上安稳日子了。温姑娘，客官，你有何事？温姑娘，京城现在传得沸沸扬扬。传什么？说温家在巴蜀水土不服，全家病倒了，还说温家嫡女在太后面前哭，说心疼妹妹，要请旨把你们接回去。温锦瑶，我那位好姐姐，我爹原配生了她，续其娶了我娘，生了我和我哥。人前与我姐妹和睦，实则容不下我们一家。陷害爹贪墨的人就是他和二皇子。接我们回去，他是怕我们死得不够快。这是为何？他就是故意演给太后看的，就为了落个孝顺和睦的好名声。这种套路我见得多了。在下不便久留，知晓太多，恐惹祸上身，先行赶路，告辞。哥，妹，怎么了？温锦瑶知道我们在巴蜀过得好，肯定要派人来找麻烦了。锅铲放下，加紧练武。他敢来捣乱，我打断他的腿。妹，别担心，我这就去练武。不得不说，原书里温言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设定是个武学天才。只是在京城没人教他，浪费了。父辈，我想给我哥找个学武的师傅。你在乡坝头这么多年，认不认得啥子退隐的武师，能教他正经拳脚的？这是赶巧，深山老林头住着一位老师傅，早年间是走镖的武人，功夫扎实得很，早就归隐了。我跟他有旧交，等会儿我就去帮你说道说道。那个樱桃给你，泸州那边拉过来的新鲜货。那是啥子果子哦？看起来面生得很。樱桃。樱桃。没想我福爸这辈子还能吃到那个金贵的果子。没娃子，那位就是周师傅，武艺高强得很，我费了好大功夫才请动他收徒。晚辈温彦行，愿拜老师傅为师，往后定刻苦练功，绝不偷懒。天生好故乡，是块习武的璞玉，今日就从扎马步开始。哥，厉害！短短3月便练得这般扎实，不枉我儿日日勤勉苦练。我儿如今身姿挺拔，武艺将进，越发有出息了。这天赋、信性和成长速度，妥妥的天命男主配置。只可惜他从不是这本书的主角。这书里的男主是太子萧慈，那个下令把我们贬到了巴蜀的人。原书里的剧情
还真是个烂摊子。太子贬温家是因为温景瑶在他面前告了我爹的状，证据还做得天衣无缝。太子信了。等他发现真相的时候，原书里的温书年已经绝望地病死在巴蜀了。太子悔恨交加，查清了真相，惩治了温景瑶和二皇子。可人死不能复生，病死不存在的。我不但要活得好好的，还要活得风风光光的。这是什么破败地方，满是秽味儿。大小姐心善，竟还惦记着穷乡僻壤的罪户人家。可不是，说不定这一家人早就饿死在茅草棚里了。这就是温家流放的住处。翠萍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小姐，大小姐让我来看看你们，看看我们有没有死吧。二小姐说的什么话？大小姐日日惦记你们，50两够你们在巴蜀好好活了。50两，打发叫花子呢？二小姐，大小姐省吃俭用才攒出来50两，你都不知道她有多难。拮据。他占着温府正宅，满身金簪玉饰，挥霍着我母亲带去的10里红妆，他哪来的拮据？温景瑶怎么可能为了送50两银子奔波千里来巴蜀？这点小钱，才不值当他大费周章，肯定有猫腻。确认死活，联络赵六，原来是何安插在巴蜀的手下接头呢。温景瑶，你是在害怕吗？无论如何，该怕的人不是。大哥，这家铺子卖什么？老板是什么来头？姑娘外地来的，这是温记，火得不得了。老板是流放来的温儿小姐，模样出众又能干，如今家底比官吏还丰厚。不过是个流放的罪臣之女，抛头露面，满身铜皱，不知廉耻。他回京必会告知温景瑶，温家不但没有穷困潦倒，反而活得比以前还滋润。我等着温景瑶的下一步棋，希望他别让我等太久。温姑娘，大事不好了！京城下旨，巴蜀加收特产税、糖茶药材，通通加征3成。我知晓了。温姑娘，你知道还这么淡定？3成重税，你的糖坊往后哪还有利润？周大人，这个税不光会影响我，影响整个巴蜀。您觉得渝州知府会坐视不理？你的意思是，您去联合周边各县联名上奏，就说这种税不合组织。可是，这道政令是二皇子牵头的。二皇子萧景是温景瑶背后的靠山，也是原书里的反派头子。二皇子再大，大得过朝廷法度。行，我即刻回府写折子。凭什么突然加征3成税？这分明是要断我们商人的活路！我那几万斤红糖要是交了这税，本钱都捞不回来。就是啊，我的茶叶，他的药材，全都在这加税的名录里。真要这么交，咱们全得喝西北风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咱们整个巴蜀的商户必须联合起来，一起罢市停工，去找各府的知府大人施压。对，一旦咱们联合起来反对，朝廷的压力就大了，咱们就逼知府大人上折子抗议。陛下，巴蜀3府接连上奏，3成特产税打压商户农户，
扰乱商贸实属苛政弊政，恳请陛下即刻废除。此税为充盈国库，补贴地方，合规合理。地方商家肆意霸市，实属蔑视皇权。百商联动霸市，地方商贸停滞，民生动荡，为敛财搅动一方安稳，绝非治国之道。不过是商户一时哗然，稍加镇压便可平息，无需废除新政。赋税之道，贵在安民。一税引得庶府动荡，百商霸市，万民怨怼，已然得不偿失。此特产税师出无名，扰民生事，臣恳请陛下即刻驳回废止。准奏，废止巴蜀特产税。痛快，哈哈，温姑娘，真让你说准了，朝廷已然驳回巴蜀特产税。是谁驳回的？是太子殿下。太子当庭一锤定音，斥责二皇子苛政扰民。皇上下旨此税永不复议。温姑娘啊，你一个流放的罪臣之女，硬是搅动了半个朝堂。大人过誉了，我只是不想多交税。太子亲自出手驳回税令，看来他已然留意巴蜀，盯上黔州了。温二姑娘，你是？东宫主簿沈月，太子殿下让我来巴蜀巡查特产税一事的后续。看来巴蜀的日子没有温大小姐说的那么苦。温大小姐？温锦瑶，她在太子面前哭了3次，说你们一家在巴蜀生不如死。沈属不觉得呢？凉茶尚可。我这什么都不错，除了流放犯的身份。温二姑娘，太子殿下让我转告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当初贬你温家是因为证据确凿，若有冤情，拿出证据来。太子殿下是要我自证清白？太子殿下是给你一个机会。沈主簿，你回去告诉太子殿下3件事。请说。第一，温家被贬半年，我在南海县推广了番薯，养活了3个村。第二，我在这里开了铺子，建了糖坊，每月缴税40两，全县第一。第三，那30万两赈灾银不在我爹手里。查一查户部的暗账，查一查二皇子府上的开支，真相不难找。你知道银子去了哪儿？我猜的，但我猜得很准。温二姑娘，你胆子不小。被流放到蛮荒之地还能活得好好的人，胆子能小吗？我会如实回禀，告辞。等等，这红糖劳烦沈中部一起带回，并非是贿赂，只是巴蜀特产，莫让殿下以为巴蜀只剩蛮荒瘴气。太子萧慈冷静理智，杀伐果断，当初他下旨贬我温家的时候没有半分犹豫。不过他不算是个坏人，只是被骗了。现在我把真相递到了他手边，他看不看查不查那是他的事，我该做的是把日子过好。2位的辣子鸡请慢用。这温鸡的味道真是一绝。哎呦，我的肚子好痛！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哎呦！这是怎么了？也行，快叫大夫！哥，保留所有剩余食材，锅底原样。瞳孔正常，无抽搐，仅腹痛普泻，并非剧毒。娘，安抚好客人，把病号送去城中医馆，一切的药钱和赔偿均由我们温家买单。有人在菜里下了巴豆。巴豆？谁这般阴毒？难道是温锦瑶的人在搞鬼？大概率是他。今早谁靠近过后厨灶台？今早开门前，我去了一趟茅房，空了半炷香的空档，回来并未看到生人。半炷香足够下手了，此事暂且不要声张。王婶儿，今早有没有生人在我铺子附近转悠？有啊，一个矮个子穿灰衣裳的男人，鬼鬼祟祟的，
往你家灶台那边飘了好几回。他往哪边走了？往东边码头方向去了。阿旺，去一趟码头客栈，找一个穿灰衣裳的矮个子生人，抹清底细，别打草惊蛇。姑娘放心，交给我。温姑娘，找到了，那人住码头客栈，登记的名字叫李四。是哪里人？他一口京腔，绝对是京城来的。锦瑶，你的第二招果然来了。不过，既然你敢伸爪子，我就敢给你剁了。阿旺，给我继续盯着他，看他跟谁接头，一点蛛丝马迹都别放过。好嘞。这可怎么好？这都2天了，连个买茶水的人都没有。文书年，有人举报你售卖有毒食物，谋害百姓，本捕头奉命搜查。放屁！你有周大人的手令吗？没有手令，谁敢动我妹妹一个指头？手令？老子就是手令，给我搜！哥，退下，让他搜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搜出什么花来。哼！人赃并获，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巴豆粉。文书年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赵捕头，这包巴豆粉是你刚才自己揣进来的吧？你血口喷人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我老头子亲眼看见的，你进门的时候右手一直捂在怀里，刚才搜灶台，手才从怀里拿出来，就多了个纸包。对，我也看见了，你弯腰的时候，纸包差点从袖口掉出来，你还赶紧往里塞了塞。赵捕头，杨某做生意几十年，见过不少栽赃的，但像你这么拙劣的，还真是头一回见。你们这群刁民，居然敢合伙诬陷朝廷命官！朝廷命官，你好大的口气！大人，赵六，你何时成了朝廷命官？不过一介小小捕头，说收了谁的银子，敢背着本官乱来？大人饶命！大人明鉴，小人。阿旺，进来吧。大人，这是赵六藏在自家后院枣树下的银子，足足100两，还有这张纸条。事成之后另有重赏。赵六，你真是长本事了。来人，将赵六拿下，打入大牢。大人饶命！我招是京城的人指使我，那个姓李的。姓李的在哪儿？住在码头客栈。李四全招了，是京城温锦瑶身边的管事派他来的，任务就是毁了温记，把你弄进大牢，最好死在牢里。温姑娘，这份供词你打算怎么处置？劳烦大人派人快马加鞭，将此供词转交东宫审阅主簿。东宫？你确定？直接送到太子面前？既然有人偏爱暗处算计，我便将事情摊开，让太子殿下好好看看这出戏。姑娘高明。风波既然平了，我们就干票大的。哥，我决定扩建唐府，规模翻3倍，月产从500斤涨到1500斤。妹，你疯了？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啊？杨掌柜投资的，他出500两，占堂房30%股。杨掌柜，你想不想把红糖卖到京城去？京城？京城糖价是巴蜀的5倍，此地红糖1斤售价2两，入京城可卖10两。那运费如何算？走水路，巴蜀至金陵，再转运京城，全程冲畅，1斤运费不足1两。1斤赚7两，月产1500斤，月利过万两，大好的买卖啊！温姑娘，你是认真的？我何时做事不认真？我愿出500两，支持姑娘做生意，不够我再添。银两足够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京城铺面绝不挂温家名头，
全程用你福源商行的名头经营。为何？放着好名声不要？我们温家现在是流放罪臣的身份，名字一旦亮出来，京城的达官贵人为了避嫌，谁敢买，生意就别想做了。有理，就按你说的来。那分红分成怎么算？你3，我7。凭什么你7我3？凭独家红糖方子握在我手里。温姑娘，你做生意比我这老商人还狠。过奖。等红糖在京城卖疯了，就会有人追查来源，到时候温锦瑶会气急败坏，二皇子会坐不住，而太子也会更清楚地看到温家的价值。好戏才刚刚开场。还有红糖吗？这几日跑遍半条街都抢不到，听说早就断货了。原先10两一斤，如今都炒到15两一斤了，难求啊。可不嘛，但这巴蜀特产的红糖不一般啊，能温补气血，滋养身子，是难得的食部珍品。巴蜀这地儿竟能产出此等红糖，这红糖极好。哀家陈年老寒腿，冬日素来畏寒发冷，今日饮下舒坦不少。太后喜欢，我再买些回来。掌柜的，给我来5斤你们新进的那种巴蜀红糖，我要送进宫给太后娘娘。哟，温小姐，实在抱歉，这最后5斤刚才已经被这位嬷嬷包圆了。哎呀，是太后宫里的刘嬷嬷。温小姐有心了，这红糖啊，太后喝了赞不绝口，说老寒腿都舒坦多了，特意吩咐老奴多买些。刘嬷嬷，这糖真有这么神？不知是巴蜀哪个神仙地方产的？听说是黔州产的，那里水土好，熬出来的糖啊，京城根本比不了。黔州？那不是流放温淑年那个贱人的穷乡僻壤吗？原来是黔州啊！嬷嬷慢走。去查，立刻去查！翠萍，这个福源商行的红糖跟温淑年那个贱丫头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是，小姐。小姐，查到了，这红糖确实产自黔州，但糖厂东家叫杨福元，没查到温二姑娘的名字。杨福元绝对是障眼法，那个贱丫头怎么可能安分等死，被二皇子府？告诉二殿下，温淑年在巴蜀不老实，让他派人去查查。温锦瑶是不是疯了？一个流放的庶女，还能翻出什么来话？没有真凭实据的事，少拿来烦本王。滚回去！是。殿下，温小姐的直觉恐怕没错。哦，钱先生何出此言？属下刚从渝州府回来，途经巴蜀，黔州有位温姓女子，推广番薯救活灾民，又熬制红糖兴业，深得民心，被百姓奉为活菩萨，收拢民心，聚敛财富，这可不是一个罪臣之女该干的事。钱锋，你亲自前往巴蜀彻查，抹清温家所有动向，查清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。劳烦大人，借调乾然县近半年税教，商户备案卷宗。我这就去办。源头商户福源商行背后设有红糖工坊，连片甘蔗田，甘蔗地户主名为福伯，工坊备案里完全没有红糖方子存档。多谢大人，在下告辞。几位老乡，在下初来此地，听闻县城有位温二姑娘做生意做得红火，不知其人究竟如何？咱们县里最了不起的就是温家二姑娘。没错，早年饥荒，全靠她带来番薯，全村人才熬过难关。她家辣子鸡味道绝佳，旁人根本复刻不出。她还免费教百姓种甘蔗，分文不取，心肠宽厚。此女在民间声望这般深厚，百姓人人感念她的恩情。若强行打压，极易激起民怨，硬来行不通。温二姑娘，
在下钱锋，游商出身，路过黔州，听说姑娘的红糖品质极佳，想来谈笔大生意。游商，穿得起100两1匹的蜀锦，鞋底不沾巴蜀红泥，手上无半点缰绳后茧，伪装得太过敷衍。钱老板，请进。温姑娘的红糖在京城卖15两1斤，供不应求。我家主子财力雄厚，想买下红糖的方子，价钱姑娘随便开。另外，温家的流放之罪，我家主子也能帮忙斡旋。祝你们减刑，早日回京。您背后的主子是谁？不如直说吧。姑娘不必问是谁，只说答不答应。攀上这棵大树，温家可在巴蜀横行无碍。不答应。红糖方子我不卖，温家罪责也轮不到二皇子来插手减刑。你怎么知道？能随意调阅渝州府税册，顺藤摸瓜查到糖坊的，大旗寥寥无几。二皇子萧景便是其中之一。钱先生，请回去转告二殿下，让他安分守好京城本分，切莫手伸得太长。巴蜀的东西他拿不走。温姑娘好歹实，只是你可想清楚，得罪二殿下，下场注定凄惨。凄惨？我早已流放蛮荒，再无更坏的境遇。走吧，不送。今日二皇子幕僚钱锋来了一趟，定是查到我们了。往后几日夜里绝不会太平。爹娘，我们都要小心。真的要出事，那二皇子权势滔天，咱们如今身在流放之地，无依无靠，万一他暗中发难，可如何是好？对方明面无错可调，只会暗中作祟，我们只需严加防备，守住宅院即可。哥，今夜辛苦你守院。放心，有哥在，定护住全家安宁，无人能进温家半步。已经是今夜的第3波了。哥，那些来的人都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了，今夜他们长再敢来，我也要他们有去无回。二皇子手段竟如此狠辣，此人若是坐上皇位，这天下该当如何？这样的日子快结束了，太子的人快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温姑娘，殿下看过你递交的供词，已派人核查户部案账。当年30万赈灾银，10万两余泼妇钱遭隔留，钱款流向，直指二皇子。果然一切走势皆在我的预料之中。看来今日以后二皇子要自身难保。对了，太子殿下让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回京城？现在不想。不想？你不是被冤枉的吗？若是冤案平反，你父亲便可官复原职，你们全家就能重回京城权贵之列。被冤枉的是我爹，不是我。我在巴蜀过得挺好的。可是，沈主簿，京城有什么好的？空气干燥，冬天冷得要命，荔枝还20两1斤。另外还有一事，太子殿下想亲自前来巴蜀看看。太子要来巴蜀？我记得原著里他是快大结局才来的，剧情这是彻底偏离轨道了。殿下朝中事务繁杂，何苦来这穷乡僻壤？殿下言道，巴蜀红糖绝佳，想要亲眼观摩制作工序。那便恭迎殿下。正好让他尝尝我亲手做的辣子鸡。温姑娘，全天下也就你一人敢邀太子殿下吃辣子鸡。殿下不吃辣。殿下什么都吃。告辞。萧辞，原书里高高在上的太子，冷面冷心，铁腕治国，唯一的弱点就是温书年。可惜原书里等他发现自己的心意时，温书年已经死了。他后悔了一辈子。现在温书年还活着，不仅活得好好的，还在巴蜀风风火火的做辣子鸡呢。妹，你连夜理账，还逼着爹写冤案自述，甚至往福伯村里送了100斤番薯种苗，你这是要给太子殿下看什么啊？看巴蜀不是蛮荒之地，看温家不是罪人，看我温书年有多能耐。你不要脸！不要脸才能活。信女温书年，
祈愿家人无病无恙，岁岁平安。晋撤萧辞，祈愿海晏寒清，天下太平。抱歉，公子。无妨，是我的过失。死生往复，两世同期，两心牵绊，方定乾坤。儿臣恳请父皇撤回加征农赋令，不体恤百姓，何以安天下？淑年，别管闲事，那是太子，惹怒了陛下，咱们温家都要受牵连。人人都必孤未孤，你为何不避？你不怕牵连？可我怜殿下高处不胜寒，怜殿下孤苦无依，殿下所做之事都是心系天下。淑年，为何要畏惧？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？世僧往复，两世同期。淑年，起了没？天都大亮了，该去县城铺子了。今天还有几百斤红糖要出货呢。起了，马上来。妹，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只是昨夜梦多，没睡踏实罢了。姑娘，公子喝茶。你倒是冷静。公子既然来了，想必已经把我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了。听说你的辣子鸡天下绝伦，是不错，就是巴蜀的辣子极烈。公子金尊玉贵，能吃吗？试试。就这些？公子嫌少。嫌简单。好吃不在多，吃完再论。完了，殿下饮食向来清淡克制，从不碰辛辣刺激之物，这女人简直是在投毒。很好。这句很好，不知道说的是菜还是人。走吧，带我去看看你的堂房。这个工艺是你研究出来的？家传。这位大人，温姑娘是我们全村的恩人呐。剑怎么能对着百姓？大人您是不知道，这番薯能闷产2000斤呐！温姑娘教我们种地，1文钱都不收。大人，以前我们一年到头都种不出几百斤粮食，现在有了番薯，家家户户都能吃得饱饱的，这全是温姑娘的功劳。温淑年，在。你在巴蜀做的事，比朝廷里那些识君之路的命官加起来还要多。我没那么伟大，只是想让自己和家人在这绝境里过得好一点罢了。
温大人，你在户部所受冤屈，孤早已暗中彻查。孤向你保证，大齐律法绝不冤枉好人，也绝不姑息奸逆毒瘤。殿下，罪臣多谢殿下。温大人，根据温姑娘的供词，你记录的户部案账尽数藏在地字号库房内，钥匙由户部尚书执掌。回殿下，正是。户部尚书乃是二皇子萧景的铁杆心腹。甚好，孤回京之日，便是他们覆灭之时。温淑年，在。你想不想随我回京城？公子，我早说过了，我现在不愿回京。巴蜀温润宜居，物产丰饶，京城那座繁华牢笼，我从不稀罕。启程来巴蜀前，我专程去静安寺求了一支签。住持言说，孤等的人身在巴蜀。他还说，孤的心愿终得圆满。淑年，你不问问孤求的是什么吗？淑年不敢。温姑娘，殿下生性高傲，平生从不对人二度发问，你务必好好掂量今日所言。萧慈，你是未来的帝王，锦衣玉食，尊贵无比。可我更愿待在巴蜀，过我的潇洒日子。阿旺，去地里叫人，田侧第二茬该收了。温姑娘，京城传来天大消息，二皇子彻底倒台了。温姑娘，我乃沈月，按账查实，二皇子禁足，温锦瑶传诏咨询，冤案即将昭雪。殿下问你想回京了吗？妹，信上说什么？爹的冤案是不是能平反了？能。爹娘，天亮了，咱家的冤案要平反了。温锦瑶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温大人，下官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，组织您清正廉明，断然不会行贪腐之事。朝廷公文已至，恢复您户部侍郎的官职，撤销温家全员流放罪责，即刻便可风光返京。终于沉冤昭雪了，我温昭远没对不起温氏的列祖列宗。往后我们又能挺直腰了，我们再也不是罪臣了。温姑娘，如今冤案昭戒，官复原职，你们全家定是要即刻收拾行囊回京享福了吧？回，但我不急。为啥，小姑奶奶？洗刷冤屈，官复原职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儿，你又何苦困在我们这穷乡贫壤？因为我第三扎田岔还有1个月才能收割完毕，甘蔗没收，糖坊账目产业未曾交接妥当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没娃子，这都是国家的腊肉和鸡蛋，你路上带着吃。福伯不用担心我留下的堂房操作手册，只要你和杨掌柜按照操作，一定能带着乡亲们继续赚钱。我们都记牢了，遇事拿不定主意，便托人给你送信。你在京城若是不顺，随时回来，黔州永远是你的家。温姑娘，往后常回来看看，我们大家伙儿时时念着你的恩情。一定，无论走多远，离多久，我都会回来。妹，该启程了，再耽搁入夜前赶不到驿站。这样，巴蜀是我的故土，也是我的根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妹，舍不得，爹已经官复原职，咱们家也重回京城权贵之列，往后都是好日子。
你不懂。来的时候是押送，赶路如逃命；回去的时候是自由人，慢悠悠的。爹的身体也在巴蜀养好了，一路上精神都不错。叔年，这北方的面条怎么没味道？娘，习惯了巴蜀的口味，什么都觉得淡。到了京城，你给娘做辣子鸡。行。温大人、温夫人、温公子、温姑娘，太子殿下命下官在此等候，专程迎接诸位回京。有劳沈大人亲自相迎，殿下隆恩，臣万死难报。大人客气，温姑娘，请登此车歇息。殿下知晓姑娘一路舟车劳顿，备下凉茶解乏。这凉茶和巴蜀的一样，他倒是体贴，可当年下令流放温家的旧账，也没那么容易一笔勾销。爹，明日您去吏部报到，尽快敲定官复原职事宜，切勿拖延。好。哥，明天你去京城最大的商行打听行情，红糖在京城的最新价格，谁在卖，谁在买，我都要知道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娘，明日您去找温锦瑶。找他？去找他做什么？要回你的嫁妆。可是我听说他被太后传召了，怕是不会见我。他被传召了更好，说明他现在心虚。你去了，他不敢不见。他要是不还呢？不还，便直接前往大理寺击鼓告状。嫁状有清单，有文书，铁证如山。好，娘明日就去。温大人，所有手续已办妥，您收好文书。温兄，一别数载，已总算沉冤得雪。实不相瞒，户部侍郎之位上月已由内阁指派补任，吏部给你定了同级闲职，清贵却无实权，委实委屈。你当年可是户部最得力的侍郎，李兄多虑了，能洗清冤屈，重归朝堂，已是天大万幸。有官身立足便足够了，权位高低无关紧要。温兄这份胸心心境，我远不能及。奔波一上午，可摸清底细了。我跑遍京城3大商行，众人说法一致，咱们福源红堂稳稳占据京城4成堂食，根基牢固。但麻烦紧随而至。二皇子倒台禁足后，有人暗中截断咱们的货运通路，哄抬白糖市价，刻意打压福源商行。幕后主事之人是谁？户部新任主事孙德才，原是二皇子心腹，如今改换文廷，暗中蛰伏，手段隐秘。孙德才，我记下了。母亲可去正宅找温锦瑶了？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。夫人，去，把大小姐叫出来。母亲，您来了。锦瑶，废话少说，把我的嫁妆还回来。母亲说的什么嫁妆？都在库房里好好放着呢，谁动了？好啊，既然在库房，那就开库房，拿着清单，我一件一件对。母亲，这事儿不急，改天。今天，现在，立刻开。夫人，我们大小姐。开。给他开。清单上少了32件，金银首饰少了1半，丝绸布匹少了7成，
还有我那套最贵重的红珊瑚头面，整套都不见了。锦瑶，东西呢？可能是下人手脚不干净，弄丢了。哪个下人？叫过来，我亲自审。已经发现手脚不干净，遣散了。锦瑶，你要是3天之内不把东西还齐，我就去大理寺告你。你想清楚了？哼！我刚刚应该还算威风吧？夫人，威风得很。那就好。老爷，我今天当着下人的面狠狠凶了锦瑶一顿。做得对。可她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。她害我入狱，害全家流放，她不配做我的女儿。温锦瑶，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二小姐，大小姐说，原先的嫁妆实在找不回来了，这里是1000两银票，已是她全部的积蓄，还求您高抬贵手。1000两，我娘那一套红珊瑚头面，单市价就值3000两，她这是在打发叫花子。二小姐，大小姐真的已经尽力了。温锦瑶跟二皇子来往了3年，二皇子给他的珠宝首饰堆满了3间库房，他1000两就想打发我。回去告诉温锦瑶，要么把原物还回来，要么赔偿5000两，给他最后1天，过了明天我去大理寺。说吧，5000两拿得出来吗？淑年，我知道你恨我。恨？不至于。淑年，你不恨我？不恨，恨太费精力。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们温家的东西。5000两，我拿不出来。那就把原物还回来。原物被我送人了。送谁了？二皇子的侧妃。温锦瑶，你拿着我娘的嫁妆去讨好二皇子的侧妃，你的脸呢？淑年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二皇子现在被禁足，我要是不拉拢侧妃，就没有任何靠山了。这是你自己选的路。淑年，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我们毕竟是姐妹啊。姐妹，温锦瑶，你陷害爹入狱的时候，想过姐妹情分吗？你伪造证据让我们全家流放的时候，想过姐妹情分吗？5000两，明天之前送到。你送不出来，我就帮你跟大理寺说。温淑年，你变了。是你把我逼出来的。妹，你对温锦瑶会不会太狠了？哥，被蛇咬过的人不会对蛇心软。温小姐，5000两银票据已点起，信也一并送到，差事办妥，我先行告退。叔年，这笔账我记着。记着就记着，我也记着呢。哥，5000两白银全数到账了，咱们温记能在京城开分部了。好，我明天一早就去盘门面。不用挨个巡，铺面位置就定在京城最大的那家白糖商铺正对面。正宗巴蜀红糖水，免费品尝。
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哎呦，这味道清甜醇厚，比对面白糖还好喝，给我称2斤。承蒙惠顾，5两1斤，同色无期。给我来8斤。你们什么来路？可有正规商户文书？红糖品质何人担保？定价这般低廉，分明是故意砸我们生意，扰乱市面。我店商户文书完备，红糖品质由福源商行全权担保，5两定价公道合理。掌柜若是不服，只管憋着。竟敢在京城撒野！这唐氏的规矩轮不到你们来破！有人举报你店红糖来路不明，资质不全，即刻查扣所有货物，停业核查。管事大人，请查验，文书一应俱全，件件合规，有据可疑。此次乃是东市例行巡检，既是合规经营，便安分守己做买卖，休要滋生事端。文书年，你可知你在与谁作对？孙主事，我守法经商，从未刻意与任何人作对。你红糖定价5两，物美价廉，我的白糖定价10两，根本卖不动，你这是断我财路！孙主事，是您的白糖价高质劣，不敌我的红糖，是货品问题，并非我刻意竞争。好得很，你给我等着！孙德才背靠二皇子残党，可二皇子大势已去，这群余孽不过秋后的蚂蚱，我只需等太子出手。好一个户部，各查赈灾银案，查出这么多中饱私囊的蛀虫。太子，给朕狠狠的查，彻彻底底的整顿朝纲。父皇息怒，儿臣已查明，户部新任主事孙德才借职务之便，暗中侵吞漕运经费整整8000两，铁证如山，请父皇定夺。孙德才又是老二的旧部，传朕旨意，即刻革去孙德才的职位，押入大理寺天牢，严加审问。儿臣遵旨。孙德才贪墨获罪，已押入大理寺，名下产业即刻查封。孙德才一倒，这铺子无人敢接盘，只能关门大吉。温记红糖清甜不腻，熬水做点心都好用。多亏黑心白糖铺倒台，咱们总算能吃到好糖了。我特意从西市赶来购买，如今京城都知晓温记铺子的糖好啊。妹，你看，对手彻底倒台，咱们稳稳独占东市唐市，照这热度，不出半月就能开西市分店，拿下整个京城市场。那自是。短短7日，萧慈借整顿户部之名除去孙德才，公办私事一举两得，行事滴水不漏，不留半分把柄。萧慈，这次你藏私心了。温锦瑶，哀家问你，你是否协同他人伪造证据，构陷亲生父亲？太后明鉴，臣女冤枉，绝非臣女所为。哼，户部尚书供词3次提及你的名字，你作何辩解？是旁人刻意栽赃陷害我。你常年私会二皇子，暗中输送财物，究竟安的什么祸心？此乃户部尚书亲笔画押供词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，是你偷取温大人印笺，协助二皇子伪造贪腐账册。不是我是被逼无奈的。温锦瑶身为嫡女，
陷害生父，勾结皇子，搅乱朝局，传哀家旨意，逐出温家族谱，贬为庶民，带下去。妹，天大喜事！温景瑶被太后定罪，逐出族谱，贬为庶民，真是大快人心。知晓了，帮我递一只空碗。你就这般平淡？当年他险些害得咱们一家埋骨巴蜀。作恶之人自有报应，理所应当，没必要大张旗鼓荒贺，不值得耗费心神。温姑娘，此物是东宫殿下命人快马加急送来的。京城冬令的荔枝千金难求，他竟还是替我买来了。叔年，你曾说京城无鲜荔枝，孤便命人自巴蜀加急运送。我跟随殿下多年，殿下素来清冷克制，从不为私情费神，世家贵女皆不入他眼，唯独姑娘的话，他记挂至今。这般特意，属下还是头一回见。敢问姑娘对殿下作何想法？这荔枝不错。姑娘与殿下还真是如出一辙的性子。萧慈，这般心思实在让人没法厌弃。可当年流放温家的旧账，绝非一串荔枝便能一笔勾销。你下一步还有什么筹谋？这就是当年风光的二皇子，贪了那么多赈灾粮款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也有今天。他构陷了不知多少忠良，把好好的大臣害得流放3000里，真是恶有恶报。咎由自取，皇子又怎么样？作恶多端，照样落得阶下囚的下场。温淑年，你赢了，这下你满意了。我从未与你相争，路都是你自己选。爹，您看看这个。连夜赶出来的？是，番薯巴蜀适种，产量比五谷树数倍，抗旱耐贫瘠，荒地也能种。它不该只用于巴蜀。你是想让我明日上朝，把这折子递给太子？正是，北地连年旱情，百姓常闹粮荒。若是朝廷能下旨在全国推广番薯，往后再遇灾年，百姓不至于食不果腹。好，利国利民的大事，爹明日一上朝便亲自递上去。这字迹是淑年的。准，着户部拨银5万两，分发各省，先行落地示众。殿下，属下斗胆说一句，这温姑娘若是男儿身，入朝为官，必定能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作为。女子又如何？她一介女子，不照样在沙蜀那等蛮荒开辟了万亩良田，不照样凭一己之力让数万百姓吃饱穿暖？这等功绩，朝中哪个男儿能比得过？殿下说的是。温姑娘，天大喜事！你呈上的番薯奏折，殿下亲自御批通过了。户部拨银5万两，于各省设立示众试点。此奏折若为温二姑娘所写，其才不在朝臣之下。温姑娘，这行字是殿下亲笔写的。我看见了。你不高兴？高兴，但更高兴的是番薯能推广开。番薯姑娘，给我来2斤红糖。番薯姑娘，多亏了你，咱们今年冬天饿不着了。
好嘞，大娘，大家吃得饱就行。温景瑶被逐出族谱后无处可去，昔日巴结的贵女无一人肯收留她。娘，温家不要我了，二皇子也倒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没有退路了。娘，你救救我！锦瑶，你做的孽是该还了。娘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连你也要骂我吗？我不骂你，但你自己摸着良心想想，从头到尾有一件事你做对了吗？我收留你，但条件是换掉你这身绸缎，在庵堂里做粗活，每日抄经念佛，半步不得踏出这大门。娘，我答应你。公子又来了。京城的辣子鸡，姑只在你这里能吃到，今日过来尝尝。我如今不卖辣子鸡了，只卖红糖。那姑便称1斤红糖。我这边定价5两。姑给20两，不用找。我做生意不打折，不议价，该5两便是5两。温淑年，我在。当年在巴蜀，姑2次问你想不想回京，你都回绝。如今你心意如何？我依旧觉得巴蜀更好，自在无忧。那姑便去巴蜀。你是太子，你去不了巴蜀。太子也得吃饭，巴蜀的饭好吃。你就为了吃？更为了一个人。萧慈，当年你下旨贬我全家流放巴蜀的旧章，我一直记着。姑知晓，所以姑今日前来向你还债。你自己看。一品诰命夫人，是何人麾下的夫人？你猜？这些不够抵账。那你还差什么？你给不起。你不曾问我，为何觉得姑给不起？温淑年，明日静安寺。殿下，皇后娘娘遣内侍传召，宫中突发急事，请您即刻回宫。姑先回宫，你若有事，让人传话至东宫即可。殿下慢走。姑等你。你23了，东宫太子妃之位空悬3年，朝臣奏折堆积如山，这些都是世家嫡女，你挑一个。沈家女体弱不堪中度，李家女虚荣浅薄，郑家女字迹粗落，皆不合心意。这幅可入你眼。这幅画，母后从何处寻得？是你东宫书案上寻到的词儿。3年来你清冷疏离，唯独对他处处偏袒周全。你替他平冤洗居，扫清阻碍，千里送荔枝，借朝政为他铺路，事事滴水不漏。我原以为你打算藏一辈子。儿臣若是不藏，今日还有温家吗？是啊，3年前温家定罪，你御书房外贵族整夜，淋雨受寒，只为求父皇留温远性命。我从前只当你惜才，如今才懂，你跪的从来不是温昭远，是护他周全。可温家落败，有名无势，帮衬不了你的储位。我可允你接他入东宫，封侧妃，享无上荣宠。但太子正妃必须出自世家重臣，这是国体底线，没得商量。我要他立于我身侧，而非屈居人下。东宫主位，唯温淑年可居。母后若无他事，儿臣先行回宫理政。今日从泸州新到荔枝，给他送去了吗？早已办好。沈月，你说我还差在哪里？太子乃储君之尊，已是无人能及。只是姑娘心中流放的旧怨未平，心不在这深宫。
妹，东宫又送荔枝来了，这是半个月里第3回了。妹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太子殿下是不是对你存了心思？别胡思乱想。我怎么能不多想？他频频送荔枝。妹啊，深宫最是复杂凶险，吃人不吐骨头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萧慈，其实我有点喜欢你了。殿下，雨越下越大，时辰不早了，或许温姑娘今日不会来了。臣请您回宫，她会来。你来了。你今日肯负这半山之约，我便知你不是全然无意。但凡我能做到，绝无半分推诿。第一，我心向自由，不惯深宫繁文缛节，更厌恶后宅中灯。你若要我伴你身侧，能否容我不困宫闱，来去自由？第二，我此生只求一世一双人，绝不与人共侍一夫。你身为储君，日后登临大统，必然少不了世家联姻、朝堂制衡，这一点你能否做到？温淑年，我不与你说虚言空话，你今日所言见识，我尽数记下。给我半年时间，我一一兑现，做给你看。若是做不到呢？若是做不到，我此生不再饶你分毫，但我必然做到。好，我等你半年。这半年我回黔州，你若尽数做到，便来巴蜀寻我；若是做不到，你我定当从未相识。好，我一定去。你看看。千里殊途，终有归处。死生往复，两世同期。温家流放的圣旨是我求来的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你们求的活路。那时我身陷楚魏纷争，谋求再多，只会为温家招来更多祸害。温家流放竟是求来的，可真正的温淑年早已死在巴蜀，命运捉弄啊！宫宴那次，我便心属你了。我不希望我们之间隔着太多恩怨。萧慈，你把所有承诺兑现了，就来巴蜀找我。你要是能放下这皇权，我养你。妹，咱们好不容易平返回京，阖家团聚，你怎么又要回黔州？爹刚官复原职，一家人才刚安稳下来。京城太过压抑拘束，还是巴蜀自在舒心。堂坊田地都需打理，我得回去坐镇。那太子殿下那边，你当真不管了？他若是真喜欢我，自然会来巴蜀找我。行，哥都支持你。你在巴蜀若是待腻，受了委屈，随时回京，家里永远给你留着位置，留着房间。谢谢哥。苏年丫头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们还以为你留在京城做贵夫人，不回黔州了。贵夫人哪有咱们黔州纵街祠堂自在舒坦？丫头，今晚村里摆长桌宴，腊肉、烧白、辣子鸡、管扣，好好给你接风。好，今晚邻里欢聚，不醉不归。巴蜀多雨，小心着凉。淑年，今日的月亮很美，我很想你。今日村口的老黄狗诞下4只幼崽，活泼可爱。吴叔的儿子从军回来，带回了大漠好多新鲜玩意。温记铺子已经开到江南了，等你来巴蜀，我还给你做辣子鸡。
东宫那边荔枝送得也太崇快了，这半个月都跑第4趟，驿站送信的差人都把你屋门认熟了。我都撞见好几回，你看到书信就笑，心里头怕不是早就盼到人家过来。你跟我说句实在话噻，那位太子殿下啥子时候过来接你嘛？快了，还快喽！前2天哪个说皇家人心摸不透，转背就把人家送的荔枝吃脱大半盘。我看你就是嘴硬骨头软，一颗心早飘到京城去喽。糟了糟了，我早上还炖到当归老母鸡，光顾着给你包龙门阵，汤都要熬干的喽。温姑娘，出大事了！稳当些，天塌不下来。京里出事了，皇上不行了！800里加急消息，县衙全传开了。该来的总会来。原著仙湖本就2年驾崩，剧情虽偏移，大事没变。慌什么？皇上病重，自有太子监国，朝局乱不了。好。温姑娘，沈大人急信。温姑娘，京中叛乱，二皇子余党勾结京营，围困皇宫，太子亲率禁军守城，鏖战2日夜，音讯不明。您若……妹儿，京城开战了，千万别回京，凶险至极，会丢性命。阿旺，备马收拾行囊，我要即刻回京。现在回去，流民遍地，叛军围城，你一介女子回去能做什么？他在那儿。堂坊商铺照常经营，粮仓严加看守。阿旺备好良马，只带2名伙计轻装赶路，半个时辰准时出发。小紫，你一定守得住皇城，等我。小紫！让开！这是我妹妹。淑年，我做到了。往后，我可以与你自由，一世一双人了。这次，你可愿做我的皇后？我愿意，小紫，我愿意。小紫，醒醒！太医，太医！淑年，别走！我不走。你守了整整1夜，去偏屋歇会儿，我替你守着。不了，我等他醒。这场评判，他是真拼了命。城破最险时，他3日3夜未合眼。妹，他对你的心意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真是傻子。你真的还在？我在。太医说你失血过重，少说话，先润润嗓子。城楼之上，你说的愿意，还作数吗？我此生只有你一位皇后，江山为聘，绝不相负。作数，那日说的，全作数。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。
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陛下有旨，皇后温氏聪慧卓绝，济世利民，特恩准皇后参与朝政，凡农商赋税、民生诸事，皆可谏言献策，参议处置。陛下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乃是百年祖宗规矩，万万不可破例。规矩皆是人定，皇后推广藩属，救活百万流民，有救世之功。她的才干与格局胜过在座多数朝臣，能者居之，何必拘泥男女之别？若有人能1年内令国库充盈3倍，朕同样许其与朕平起平坐。我来。陛下，今日可真威风，几句话就把那帮老臣怼得哑口无言。那帮老顽固成日里只会捧着祖宗的规矩说事，遇灾时也不见他们变出粮食来。不过陛下这个称呼可不好听。淑年，你如今该唤我什么？阿慈？不对，那叫萧慈。温淑年。夫君，这总行了吧？你这一声夫君，我等了太久。夫君，你堂堂一国之君，为了我破了这朝堂的规矩，你不怕？不怕，规矩是前人定的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深宫，更不喜欢那些明争暗斗。皇宫你可以随意出入，你要是想回巴蜀，那便回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君无戏言。等过阵子巴蜀的甘蔗熟了，我就回巴蜀。好，都依你。不过今夜，我的皇后是不是该先腾腾为夫？萧慈，你堂堂帝王，怎么像个无赖？夫君，皇后娘娘，您可算醒了。太后派人来传话，问您何时去请安。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已经是43刻了。太后已经等了您1个时辰了。唉，自古婆媳关系都是世纪难题，更何况还是上界的宫斗赢家。帮我更衣。儿臣给母后请安，母后万福金安。哀家等你请安等了1个时辰，皇后，你眼里还有哀家这个母后吗？儿臣贪睡误了时辰，是儿臣的错，请母后责罚。起来吧，奉茶。母后，请喝茶。哀家知道你本事大，但后宫空斥，皇帝只娶你1人。这事哀家不允。你可知这朝堂多复杂？你哥虽然平叛有功，但你家族的力量根本无法制衡定远侯手里的兵权。慈儿想要稳住江山，就得那能够帮他平衡江山的人。母后，帝王的江山不是靠后宫女子维系的。定远侯手握重兵不假，可这10万大军吃的是朝廷的粮草，拿的是国库的军饷。我在巴蜀广种藩属，建红堂长，能为我朝粮仓充盈，将士吃饱穿暖。只要国库有钱有粮，大军的命脉就握在陛下手里。放肆！一派商贾做派的胡言乱语！你以为朝野权术是你开铺子做买卖吗？哀家不妨明着告诉你，定远侯的嫡女此刻就在殿外候着。哀家今日不仅要你知晓厉害，还要你亲自盖上凤印下旨，纳她为妃。母后，您就算要纳妃，也得问问陛下同不同意。怎么？你在拿陛下威胁哀家？朕的皇后威胁母后什么呢？母后不说，那皇后说。
母后刚刚在与我商讨给你纳妃的事。这事儿没得商议，朕不纳妃，朕的后宫只会有皇后一人。皇帝，你糊涂！定远侯手握重兵，殿外候着的正是他的嫡女，你不纳他，如何稳军心？安抚，朕是天下之主，不是卖身求荣的戏子。若连自己的皇后都护不住，这皇位朕坐着有何用？你，母后不必操心定远侯了，儿臣已派人彻查定远侯，这位置也该换人坐了。母后累了，需要好生歇息。若是母后不喜欢朕的皇后，那往后还是少见面得好。朕安也不必请了。淑年，咱们走。累了吧？今日是我没安排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，不过我可听说了，那位定远侯嫡女是京城第一才女，长得倾国倾城。夫君，你真的不心动吗？什么第一才女，那也比不上我的皇后。最好是这样，你要是敢，我今晚就收拾包裹回巴蜀。不会给你这种机会的，走吧，还有大臣等着议事呢。看到没？我妹来了。你们都说说，此次沧州的难民如何救？陛下，沧州水患严重，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发下安民榜文，劝灾民各自投亲靠友，再让当地富商捐个千百两银子施粥，熬过这几个月便好。放屁！西周能顶什么用？照我说，先把那帮趁机查贪官，银子不就有了？你一个武官懂什么？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水患乃天灾，查官就能退水吗？这沧州的洪水，你们又想如何治？陛下，微臣以为，如今国库空虚，不如向州县加收治水税，再强征灾民无偿服疗业，修筑堤坝。若有不从者，以军法处置，方能彰显朝廷威严。人家连家都没了，你还要加税，还要逼着灾民免费干苦力，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匹夫，心怎么比锅底还黑？陛下，皇后娘娘，你看温诸位这粗鄙之态。陛下，看来各位大人对治水也是束手无策啊。那依皇后的意思，这富商捐的钱不够，该当如何？敢问大人，灾民缺吃少穿，仅靠施粥，施多久？粥尽了呢？这国库空虚，实在无法长久赈济。既然知道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本宫提议以工代赈。南方水患过后，必有大片淤泥荒地，正好适合种番薯。灾民出力修缮堤坝，开垦荒地。我的红糖坊和温记商行出资发粮食、发工钱。好，我妹说的对，不愧是我妹。等番薯丰收，灾民不仅有了口粮，还能将多余的卖给商行，既不掏空国库，又安了民心。大人，这账你算得明白吗？好一个以工代赈！传旨，治皇一事全由皇后调度，温彦行领兵协助，谁敢阻拦，按抗旨论处。诸位爱卿若没别的事，就回去好好闭门反省。妹啊，你可算把这帮老顽固收拾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你都不在这几天，咱娘想你想的那叫一个茶饭不思，只能勉强咽下一碗米饭，一个烧鸡，人都饿瘦了一大圈啊！哥，娘平时也就吃这个量。那咱爹呢？咱爹天天在院子里转圈。妹，你快跟我回去吧，这堂坊的账本离了你，我算不明白啊！温彦行，你少在这装可怜。舒年才来皇宫半月，你就想把人拐跑？你让朕独守空房吗？陛下，您当初可是金口玉言答应过的，我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绝不困于深宫。怎么，当了皇上还要赖账啊？账本朕派御林军去搬进宫里，朕亲自陪他算。总而言之，人你今天带不走。不行，我娘说了，今天必须把我妹带回家。朕御膳房的辣子鸡更好吃。行了，
都别吵了。明日我与他一起回温家，顺便把红糖铺的账盘一盘，行了吧？得嘞，我这就回去让娘多备2只烧鸡，臣告退。温彦行，你给朕等着！温彦行仗着有你撑腰，如今连朕都敢吼了，才大婚就变着法来御书房抢人。你堂堂一国之君，还跟我哥一般见识。再说了，刚才不是说好了，明日你陪我一起回温家吗？明日是明日，今日你为了护着你哥，没护我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朕？别闹，说正事。方才在殿上提出以工代赈，虽能解灾民烟眉之急，但京城那几个大粮商不老实。安慰今早报了，这几个老狐狸背后站着世家大族，见定远侯交了兵权，便想从粮价上给朝廷施压。他们暗中联手囤积精米，散布番薯有毒的谣言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那你怎么按兵不动？若直接派御离军抄家，反倒落了暴君的口实。朕在等一个能兵不血刃的法子。巧了，对付奸商，我刚好有伤人的法子。哦，看来你要出手了。明日你与我回温家，我们就放出风声，说国库空虚，朝廷打算以10倍的高价向民间大量征收红糖和精米，用于军需。妙啊！这帮人贪心不足，听到有利可图，必定会倾尽家财去外地大肆收购，企图垄断货源卖给朝廷。没错，等他们把所有现银都换成粮食，我再开仓放粮，以低价抛售入市。到那时，市面上粮价大跌，奸商手里高价收来的粮就会砸在手上，不费国父一兵一卒，就能让他们把吃进去的民脂民膏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淑年，朕有时真庆幸，你是朕的皇后，不是朕的敌人。得其如此，胜过100万雄师。正事谈完了，现在该谈谈我们的补偿了。小紫，你属狗的吗？你让我顶着这个怎么见人？淑年，别生气，是朕昨夜过了。闭嘴！今日我不回去了。别啊，淑年，你若不去，岳父岳母怕是以为我欺负了。乖，我命人拿上好的玉露膏来，保证一点都看不出。还不快去拿！再多嘴，你今日就自己去温府。淑年，慢些走。怎么，陛下若是不愿提，大可让宫里的太监们代劳，咱们这就回宫。别，给岳父岳母的礼，自然得朕亲自提才有诚意。老臣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岁！岳父大人使不得，今日只论家常，没有君臣，快请起。哎呀，妹夫这里可真沉，看来是下了血本了。淑儿多吃些，娘看淑儿这下巴都尖了，进了皇宫怎么反而瘦了这么多？岳母大人说的是我的错，回宫后定让御膳房天天变着花样给淑年做好吃的。妹夫，要是我妹受了一点委屈，我们就接她回家，这皇后不当也罢。燕儿休得无礼。不过陛下，燕儿话糙理不糙，老臣也就这一个掌上明珠。淑儿，娘问你，你在宫里可有受委屈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若是不开心，咱们就不当那老胡子皇后，回巴蜀种番薯去。娘，您放心吧，如今后宫就我一人，谁敢欺负我？再说了，要是萧慈敢欺负我，我就连夜收拾包袱回黔州，让萧慈这辈子都见不到我。淑年说的对，这江山可少不了淑年，朕哪敢惹淑年不高兴。妹夫，当初你就是靠这一筐筐荔枝，把我这精明的妹妹给骗进宫的吧？温彦行，你把我说的像几筐果子就能拐走的傻子。这可真冤枉朕，朕为了追她，可是费了不少心思。这天下女子想要的皇后之位，唯独她不喜欢。如果不是平乱受伤，她肯定不答应的当这皇后了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妹妹。我妹可是名震巴蜀的女首富，稀罕你那破皇宫？你这臭小子，成天没个正形，
就你这般不解风情，以后若是有了心仪的姑娘，可怎么办？恐怕你都追不上。你爹说的对，你多学学陛下，上点心吧。爹娘，你们怎能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陛下放心，切记，沧州地势复杂，你此行要妥善安排好灾民，一切以救治及百姓为先。若有地方官府敢怠慢推误，你可持朕的手谕，先斩后奏。臣领旨，绝不辱命。行了，正事也交代完了。爹娘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和萧慈先回宫了。大哥，你明日万事小心。慢走，路上当心些，有空常回家来看看。太后驾到！奴婢参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为何皇后还不出来迎接哀家？这凤仪殿难道连最起码的规矩都没有了吗？禀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她不在殿内。不在？大半夜的不在寝殿安息，她去了何处？禀太后，皇后娘娘与陛下出宫了。荒唐！她私自出宫，还带着陛下，这要是遇上刺客，陛下有什么闪失，她担待得起吗？太后息怒，当心身体啊！哀家怎么息怒？今日哀家就在这凤仪殿坐着等，倒要看看温淑年要如何给哀家一个交代。皇后跪下！身为中宫，不思劝谏，竟敢带皇帝私自出宫，这宫中的规矩，今晚我必须教教你。嬷嬷，去给我掌他的嘴，让他长长记性。放肆！谁敢动朕的皇后？皇上，你竟为了这个不懂规矩的人，纵容他在后宫无法无天！太后娘娘，您快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。您若是真觉得我不懂规矩，这皇后之位我不做便是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那我回巴蜀好了呀。若不是看在萧慈的情分上，这冷冰冰的皇宫我才懒得待呢。每天还要应付这些破规矩，太累了。萧慈，这可不是我要反悔，是太后娘娘容不下我。那我明早可就收拾包袱回家。不行，淑年，你不许走。母后，今日是儿臣带皇后回的温府，你若是要责罚她，那你是不是也要动朕？我知道母后因为纳芬的事对皇后心生不满，可儿臣此生要么只有她这一位皇后，要么孤独终生。你荒唐，简直荒唐！来人，母后凤体暴晃，送她回慈宁宫静养，无事不必出来了。太后得罪了，请吧。答应我，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傻瓜，我说不做皇后了，又没说不要你。那你以后都不准再说这种话吓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老实回答，你是不是与母后不和？淑年，我从小只是母后争宠的工具，为了让父皇来看她，他不惜让我大冬日里去泡冷水。为了扳倒其他有孕的宫妃，他曾在我的饮食中下毒药，让我痛得呕血。在他眼里，母子亲情没有皇权重要。我若没有坐上这皇位，对他而言就是随时可弃的棋子。萧慈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先把药喝了。太医嘱咐过你染了风寒需要静养，今日的政务我来替你处理，你不许再碰奏折了。有你替我分忧，我自然求之不得。辛苦你了。事成了。很好，那些奸商已经把沧州附近能救急的粮食都收购了，可以收网了。如今沧州附近的粮食价已经彻底恢复正常了，只是不知道哥现在怎么样。放心吧，他那边一切顺利。他传信说沧州受损的堤坝也快修好了，开春的汛期便不足为惧了。边关来急报，北漠王子正率领使团朝京城赶来，打着求和的旗号。北漠王子，我朝刚平了洪水和内乱，他这时机掐得可真准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吧？不错，北漠向来狼子野心，这次出使定是想探一探大萧的虚实。这宫宴不仅要办，
还要办得盛大，绝不能让北漠人看清了大萧。既然他敢来，咱们就敢接。若是他敢动什么歪心思，那定让他有来无回。参见大萧皇帝陛下、皇后娘娘。听闻陛下与皇后情深，此次我代表北漠，特意为二位献上一对同心佩，祝帝后福寿绵长。北漠王有心了。我在北漠时，听闻皇后娘娘的威名，娘娘向全国推广番薯，开办红糖坊，让无数百姓吃上了饭。今日一见，娘娘果真不凡。过虑了，本宫不过是尽了些绵薄之力。这天下太平，仰仗的是陛下免除瞌睡的治国之策，与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。北漠若对农耕之术感兴趣，两国互市之时，大可交流一二。娘娘胸襟，我佩服。王子此次不远万里来大萧，除了进献贺礼，应该还有其他的目的。陛下圣明，父王听闻陛下治国理政有方，短短几个月，令大萧国库充，百姓安居，父王心生敬畏。此次派我前来，便是想亲眼一睹这盛世的风采，更盼能与大萧签下百年修好之约。百年修好，想大萧与北漠在边境少说也打了30年的仗，无数将士埋骨黄沙，没想到有朝一日竟也能在这金銮殿上心平气和地谈论结盟之事。刀割相将，百姓遭殃。如今陛下治下繁荣，北漠心服口服，愿止戈修好。若北漠真心修好，不再侵扰边境，固定让两国百姓共享太平。来人，传孤旨意，北漠王子远道而来，已在太极殿备下国宴，王子请入席吧。多谢陛下。陛下，臣以为北漠此次主动求和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哦，沈清何出此言？北漠人生性贪婪，骨子里皆是狼性。如今虽称仰望我朝繁华，但臣接到边关密报，北漠近月遭遇百年不遇的寒灾，牛羊死伤大半。此时来结盟，只怕是缓兵之计。哼，孤知道北漠王那老狐狸岂会轻易低头？沈岳，臣在。传令北境守将，表面按兵不动，暗中加派赤溪盯紧北漠的动向。你可以尝尝这道辣子鸡，这是本宫在巴蜀时钻研的吃法，特意命御膳房做的。过瘾！娘娘不仅懂农耕，这厨艺也如此精通。不知你们北漠有什么美食？若有机会，本宫倒也想见识一番。哈哈哈哈！我北漠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最有名的便是烤全羊。下次陛下与娘娘若有机会来我北漠，我定当亲自宰羊，拿出最好的酒招待二位。好，那朕与皇后便记下王子这顿烤全羊了，请。王子远道而来，光饮酒品菜未免单调，不知王子可听过我朝的投壶之戏？不如微臣陪王子玩上几局，助助兴。略有耳闻，听说极考眼力，不过这投壶若是没有彩头，岂不是太没意思了？王子远道而来是客，这彩头不如由王子来选。我看他就不错，若我赢了，便将这大萧的娇美宫女赏给我，带回北漠做个内奴，如何？娘娘救命！奴婢不想去北漠，娘娘救命！不过是个奴婢，王子既然看上了，那便……慢着！这丫头笨手笨脚，若是做了错事，岂不扫了王子的兴致？既然是两国比试，拿个粗笨奴婢做彩头，这跌了我朝的待客之道。那娘娘觉得何物才配得上这彩头？陛下，你觉得呢？番薯，你赢了，我们便教你这番薯的种法。王子若赢了，我便教你。若是沈大人赢了，也不用王子出什么彩头，只需王子再干3大碗烈酒，如何？哈哈哈哈！娘娘果真爽快。好，就依娘娘所言，这投壶我比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上工具。陛下，沈大人能赢吗？沈月从小到大靠着这投壶技术，都不知道赢了多少珍宝了。你且安心看着吧。北茂王子中4旗，沈大人中5次，冠尔2重。
昏君妖后，拿命来！淑年小心！有刺客！武将！快跑！太监也是刺客！救命啊！御林军哪儿去了？快保护陛下和娘娘！哈哈哈！大萧的国宴真是刺激，痛快！御林军在此，拿下所有刺客，保护陛下！来人！小子，血！淑年别怕，姑在这里，闭上眼睛，不看。淑年，淑年，你怎么了？启禀陛下，刺客已尽数捉拿。传太医，快给朕传太医！太医，皇后到底如何了？陛下大喜，大喜啊！陛下，温淑年都昏迷不醒了，喜从何来？回陛下，臣方才仔细探查，娘娘脉象是喜脉呀。你说什么？娘娘怀有身孕，已1月有余。今日娘娘只是因为有了身孕，身子比平日虚弱，加之在太极殿受了惊吓，这才昏倒了。朕要有孩子了。是的，陛下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。那皇后什么时候才能醒？陛下放心，臣这就去开几副安神保胎的汤药，娘娘只要好好歇息，待这阵气血平复，晚些时候自然就会醒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传朕旨意，凤仪殿上下重赏。小子，外面情况如何了？刺客审出幕后主手了吗？是叛军余党，沈月已经在审理此事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管，安心养胎就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让你好好养胎。我怀孕了。是，太医诊了脉，已经1月有余。淑年，我们要有孩子了，我要做父亲了。陛下呀，我实在是拦不住啊！妹啊，你还活着吗？大哥来救你了！我的宝贝闺女啊，可是吓死爹了！我的淑儿啊！不准扑！都给我站住！陛下，你拦着我们干嘛？我看看我亲妹妹不行啊？看可以，淑年如今有了身孕，你们这般毛手毛脚，若是伤着腹中的孩子怎么办？怀了！老天保佑，我要当外公了！陛下，既然妹妹怀了身孕，那我不如带妹妹回温府养胎。这皇宫也太危险了，吃个饭都能遇刺，谁受得了？文彦行，你放肆！凤仪殿有重兵把守，朕能保护好淑年。保护？陛下，你那二皇子叛党余孽还没解决干净吧？现在又多了北漠在虎视眈眈，如今那些死板的朝堂大臣，指不定又要拿着遇刺的事大做文章。我武力刚强，能12个时辰不合眼，随时随地护着我妹，你能吗？哥，你什么时候懂这么多朝堂局势了？你哥兵书和警书可不是白读的。淑年，你想去哪里？你不会抛下镇子，对不对？夫君，其实我想回巴蜀了。巴蜀山清水秀，最适合养胎了。但是夫君，我会想你的。不行！为什么？巴蜀路途遥远，山路崎岖，你如今怀有身孕，怎么能经受这种舟车劳顿？对，这事儿我站陛下，绝对不行。行吧，那我回温府总行了吧？行吧。
娘，我今晚想吃红烧排骨、爆炒肥肠，还有辣子鸡和水煮肉片。太医特意吩咐了，舒年受了惊吓，如今饮食必须清淡健康，他的膳食只能是清粥小菜、老母鸡汤，不能重口味。萧慈，你还不如让我去和刺客打一架呢。妹，我来了。哥，你确定萧慈走了？你放100个心，我亲自站在大门口，眼看着陛下的马车拐过街角的，绝对安全。快快快，拿出来，我都快馋疯了。香啊，还是哥好。我这10天被萧慈逼着天天吃炖的大鱼大肉、清汤寡水，我吃的都要吐了。现在知道哥多好了吧？对了妹，你明日可得跟萧慈说说，别往温府送东西了。那绫罗绸缎、百年人参，我家库房快塞不下了。舒年肯定会喜欢。哥，你傻呀？那些可都是真金白银，你不要我要。万一以后我这皇后不当了，跑陆回巴蜀，我温府也是富甲一方啊，下半辈子躺着吃辣子鸡。好啊，不仅偷吃，还天天盘算着跑路不当皇后。你这皇后当的不是挺自在的吗？陛下天天往咱们家跑，朝政都快搬到温家书房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朝堂上那些大臣个个都有800个心眼子，天天算计这个算计那个，还是在巴蜀经营我的铺子自在啊，不用端着架子。不过看着大萧如今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又觉得这一切都值了。夫君，那个妹夫啊，想起来我还有一份奏折没写，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，我就不打扰你夫妻2人叙旧了。哥，你别丢下我啊！不想当皇后，想偷跑回巴蜀。怎么会呢？这里这么好，夫君这么帅，我怎么会偷跑呢？夫君听错了吧？哦，听错了。那你这盘辣子鸡怎么解释？太医嘱咐的清淡饮食，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啊？夫君，这你可就冤枉我了，真的不是我想吃它，是他勾引我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狡辩？以前你也没这么管着我啊，你现在这做派，简直堪比21世纪的教导主任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夫君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好东西？这是我这2日得空给咱们孩子雕的木雕玩具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哇，夫君你手可真巧，这小狗雕的真不错，太可爱了。舒年，这是老虎啊，老虎啊，我就说嘛，这神态如此威风凛凛，夫君真是厉害。你呀，吃得像个小花猫一样，以后孩子出生了，若是学了你这般调皮，可怎么好？像我不好吗？机灵又聪明。娘，爹带荔枝回来啦！又偷吃几颗？5颗？6颗，我只生了5根食指。你跟你爹一模一样，半点不老实。萧慈年年都要南下暂住2月，百官劝谏都拦不住，一句朕的皇后在巴蜀，便堵住朝野非议。我哪里不老实了？妃子秀，今年头一批。你尝尝。萧慈，当年你贬我来巴蜀，可想过今日光景？不曾。那你可后悔？后悔。后悔何事？后悔没能早一点贬你，早些送你来，我便能早些寻到你，也能早些吃到你做的辣子鸡。合着你这皇帝当的清闲，千里迢迢跑巴蜀来，就为了一口吃食？吃食是顺带的，朕主要是来见皇后。没个正形，程旭还在这儿看着呢。那皇后赏脸，尝尝朕亲手挑的头茶荔枝。我也要，爹偏心，只给娘剥，不给我剥。
哥哥太坏，我不想练了。不行，爹叮嘱过，皇子不可懈怠习武。我不愿做皇子，我想去工坊治糖。温姑，不对，皇后娘娘。照旧叫我温姑娘便可。皇后的称呼太过生分，平白显老。温姑娘，有一事告知于你，温锦瑶在安堂独居，前几日染病离世。她怎么走的？身染重疾，安堂条件简备，没能撑住。派人妥善安葬，终究同属温姓。另有一事，薛氏也于近日病逝，二人离世相隔不远，合葬一处，母女相伴，不必分开。你待温锦瑶，远比我预想的宽容。并非宽容，是我早已放下过往恩怨。何时彻底放下的？很早之前，在巴蜀第一次吃到荔枝时便懂，从前所有纠葛都该翻篇了。一晃10余年，流放颠沛，我从未想过还能合家围坐，共享团圆。宴行撑起温家，数年苦尽甘来，甚好。爹，苦日子已然落幕，往后岁岁年年，我们一家人永不分离。如今温记堂藏开遍13省，番薯种满大多数良田，我温家有我妹，真是天大的幸事啊！是啊，如今天下朝政清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饥荒少了70%，糖业兴了100业，这里头大半都是叔年的功劳。是我们大家的功劳。好吃，娘做的比御膳房的还香，哥我还想吃。进食当守规矩，不成体统。你俩啊，真是一个随你娘，一个随你爹。